天开始改造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上我们准备建一个凉亭和鱼池。我们打算先建鱼池，因为要向下挖好深土后，再给凉亭这边的地基做好挡墙。我打算做一个生态鱼池，种植好绿植，让水循环起来，这样就能保持池水的清澈。鱼池的大致造型是椭圆形，从一边阶梯式的向下加深，到时候一层一层的码好石块和鹅卵石，结实效果就出来了。希望到时候不要翻车。在做鱼池的时候，同时把亭子的边界处理好，为后面亭子的打造做准备。鱼池的长度约4米，宽度约3米。当然，为了小孩的安全，我们没有做很深，最深的地方大概有90公分，每一层的落差约25公分。一整天，鱼池的造型基本出来了。昨天就只铺了土工布，今天把防水布也铺上，然后灌满水。一是看防水布是否漏水，二是看水池的形状是否需要再调整。今天又下雨，加上楼顶积蓄的水，正好可以用来填充水池。经过1天的注水，终于水是灌满了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到附近的小溪边捡一些鹅卵石，大小都要，用于水池的打造。预算了下，这个池子不大，但需要的石头顺便把石头搬到水池那边去。我们买的这个2手手拉车可是帮了大忙，这一车都100多斤，使我们轻松不少啊！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句话太对了。用这个车子拉，比用肩膀去挑轻松太多。看下今天的成果，还是拉了不少哦。到时候看看铺上石头之后的效果。昨天我们把水灌满了，经过1天多的时间没有漏水的情况，那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，放水垒石。我们在靠近院墙的边上垒了一些砖，做了斜坡，是为了后面做流水用的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放水，终于抽干了，开始垒石。我们先在防水布上再铺一层土工布，这个的作用就是防止你的石头砸破防水布，这样就能保证防水布的长期使用。我们先垒最高的一面，毕竟这边是用石头最多的一个地方，这一面我们很快也就垒好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只是垒好了，我确实觉得没有专业师傅垒得好，看着就是一堆乱石。难道这次要翻车吗？其实大的形状已经出来了，只是缺乏大石头，没得对比，都太相同了。还有就是垒得确实差章法，没法的，我只是业余的。而且前面拉回来的那么多石头基本用完了还不够，看来是时候出发了。这次的目标是大石头，希望最后能把效果拉回来。那我们来到小溪的上游，大石头都在上游的，这次就要费力多了，几十斤一个的石头，一个一个的搬上车，再大的觉得2个人抬。今天晚上要吃2碗饭了。然后顺便到下游把小石头再拉一点，争取这次一步到位，拉够所有的所需。下了2天的雨，小溪都涨水了，前面穿布鞋都能够去捡，现在必须穿通洞鞋才能够捡得到。这个石头还是很重，一条都有100把斤，1桶装1袋，总共装了10袋，这下应该够了。搬上车不容易，这个搬下车也不容易，毕竟这次都是大石头，几个人费了962伏之力，总算是全部搬回了。看着这些大石头，这下总算没得问题了，绝对够用。顺便把前面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石头把它换掉。希望这次最后的效果能够达到预期。老婆，晚上要多吃1碗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鱼池终于完工了，就差把水灌满。前面搬回来的大石头，今天正式开始改造了。同样还是老规矩，垫好土工布，铺上防水布，面上再铺一层土工布，最后把大石头摆放好，外形就基本完成了。
然后把拉回来的小石头铺在最表面，再适当的调整就搞定。这次我们拿了很多，完全够用，所以放心大胆的铺。再把流水的位置做下装饰和调整，最后试下水，看下流水的情况，完美。在放水的过程中，我们到小路边捡点不要钱的草草，目标就是看得顺眼的都可以，反正这些草草我都叫出名字了。回来在水池边找上合适的位置，把它种上，前期基本的效果就呈现出来了。现在只是手势处理，以后再找一些更契合这些位置的花草来栽种。鱼池支持手工，其他的位置以后再调整。大家有好的建议，记得评论区分享给我哟。明天就要开始做其他的地方了，现在还差点水，等水管满了之后，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效果了。最后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为了省钱还是自己做，先去市场买来防腐膜，然后把尺寸画好。我买的15×15的立柱是3.5×3.5的横梁，把横梁的两端切掉一个角，这样要好看些。我们把尺寸画好之后，外公就负责给大柱开槽，老王就负责切割边角，这样分工合作，提高效率。虽然老王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木工，但是看起来还是幽默有样，给他点个赞。这个台剧也是他自己改装的，修个房子还不晓得他有那些才能。把所有的木头都切割好之后，用锯末节把木头都打磨匀，最后刷上木油。等木油干了过后，老王去调了一下大柱的位置。中午太阳太大了，建议让他休息一下再继续干。空气刺了，休息好之后，接着我会把去往亭子的小路铺上。前面铺路买的地铺石还剩了很多，就将就用了，这样看起来还统一一些。铺完小路，太阳都落山了。最后把亭子的大柱和横梁立好过后，跳到水平，今天就收工了。由于明天要下雨，只有后面再继续。在不久之前，院子还是这样的，全是光秃秃的泥巴，特别是一下雨之后，地上和排水沟里都会结出很多泥土。等铺上草皮之后，就会完美的避免这个问题。在铺草皮之前，要把表面一层泥土疏松并平整，到时候利于草皮和土充分的接触，草也能够更好的存活。前面买的割草机，把刀头变一下，就变成了松土机。虽然有点费手，但是松土的效果和效率都非常的好。在一家人的努力下，还是用了半天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平整好。明天就去拉草皮，草皮是我们提前联系好的，直接到草场拿回来就行了。我们这个草皮买成11块钱一个平方，总的来说还算便宜。借来朋友的车，我们自己去拉的，还好这个车够大，不然还拉不完。我们总共算的190个平方，结果还是拉了1万买一车，毕竟没有拉过。吃过午饭，一家人就开始忙起来。开始觉得铺草皮很简单，直接挨着铺就完事儿了，感觉也很快就能够铺完。结果还是想的太简单了，做了才晓得还是挺费劲的，毕竟要一直蹲着。还有就是有些草皮不完整，需要切割补充调整。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太阳，明明天气预报显示的今天是阴天，早上也是漫天的云，结果等到我们把草皮拉回来之后，云全摸不进，满满的大太阳，一晒就是一下午。吃到最后快铺完的时候，太阳才又回到云里去了。一家人今天都晒得黑黑的，但是看着最后铺完的效果，心里也是很高兴，感觉院子升华了，有了院子该有的样子，不再都是土黄色。
昨晚下了大雨，就直接帮我们省略了浇水的步骤。第二天我们就来用洋船把草皮配实，这样草皮就更容易成活。我们买的秋千也到了，院子现在越来越接近我们心里的样子。翻车了，翻车了！事情是这样的，前面不是一直在下雨吗？我们停止出到一半都停工了，一等都10多天。我就趁这个时间在网上给亭子选了一个顶棚。本来就是想安玻璃的，结果一问价格要3000多，感觉好贵哦。所以我就找了一款跟玻璃效果相差不多的耐力板，买的4米乘4米的，一共才1800块钱。前2天已经到货了，趁到起今儿天气好，我们一家人都把那个剩下的横梁打完，就准备把这个棚弄来装起。结果打开一看，傻眼了，让商家跟我裁好2米乘2米的，结果他没有跟我裁，于是我都以为很简单，就自己切过。本以为不就是切块板子嘛，很简单噻，结果还是太年轻了，这样1000块钱的板子就这样给破了。给商家打电话，他说没得事，用5年内粘一下就好了。我心里个鬼哟，这个很硬又很重，没得办法，只有试一下。谁叫这个东西是我个人测来的啊？这个耐力板铺上去之后，看起来真的好亮堂。来嘛，看这个被我给烂的缺，真的是丑啊！先这样将就着用吧，以后再想办法，看能不能跟它美化一下。接着我们就把地面的防腐木地板铺了，先钉龙骨，然后再把防腐木地板依次的铺上去，用那个螺丝把它上紧。龙骨我选的是厚2公分、宽3.5的，地板我选的是3.5乘以8.5的，然后3米长的防腐木板。因为这个尺寸有点长，所以说木地板其实需要拼接的，所以说有很多切过的东西，还是费了不少的时间。毕竟不是专业的木工，有很多东西需要细细的去推敲，有些都切过得不是很好，但才把它整完了。这个亭子整起来是不顺了，安了一半就下了几天雨，又做不了。不下雨了嘛，这个太阳出来又晒起又遭不住。反正今天鼓捣起都要把它整完，一定把它搞定。最后刷上木油收工，后面再买点帘子啊、灯啊那些再来安起，再跟它装饰一下，应该最后效果还是可以。怕以后漏水，当然我也很重视这个问题，但是为了我想要的蝴蝶花园，还是坚持不做。其实早就想做防水了，但是栏杆和其他的事情耽搁了我们很长的时间，所以等楼上的栏杆一做好，就立马联系人做防水。但是也还在看天气，前面陆陆续续的下了很久的雨，终于等到好的天气。今天做防水的师傅5点钟都上来了，因为今天太阳大，本来又要用火，中午的时候更加的遭不住。这几个师傅做工都很细致，每一个角落缝隙都处理得很到位。我们这个卷材用的是4毫米的，质量还是没得问题的。开始先做清洁，然后把灰尘都要用吹风机吹干净，然后再刷一遍油，最后再烧卷材。这个是屋顶最上面的一个平台，前面一直没有这么露面，其实面积还是不小的，有将近30平方，在最顶端，视野也是最好的。这顶上的栏杆我是打算用玻璃的，到时候视野会更通透一些。柱子已经钉好，玻璃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安装，到时候再跟大家看最后的效果。因为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师傅建议撒点水维护一下。趁热打铁，第2天我们就开始做楼顶的招聘，一是调整排水的坡度，二是把防水卷材盖住，这样对防水层有更大的保护。这层招聘我会再铺一层筋，当然是小的，3毫米的，作用就是防止招聘层的断裂渗水。后面还会再铺一层砖，这样的话我想防水应该都没得问题了。今天我们同样是全家总动员，6点钟就上来了，当然还请了2个师傅，毕竟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，我们就全力负责协助。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，我们用了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就把它搞定了。
总算又完成了一项工程了。大晴空儿天天下雨啊，家里面煮上龙王儿天天下雨啊，哎妈！没有撤退可言。在我家餐厅出来左手边这块空地，我们打算起个柴火灶。总觉得在农村没这个柴火灶，就没得人间烟火气。我们打算让师傅用红砖做灶体、红门，然后再用混凝土加钢筋直接浇筑那个灶台，这样节约成本，同时还耐造。也就是搭个灶台比较麻烦一点，每次看到网友做的红砖灶台都非常的诱人，所以说我们也想整一个。但是这个要整得好看，得看师傅的手艺，希望师傅能够让我满意。3天后来把膜撤掉，灶面贴上瓷砖，灶体勾上白缝，应该就是想象中的样子了。哦豁，糟了，感觉又要翻车了。不晓得是不是勾缝的方法不对，这个勾缝又不好抹，白水捏干了后又不好铲掉，最后整得乱七八糟的。算了，这般就编。让老婆来补救一下，于是他买来了碧玺颜料，最后决定给它换个颜色。这样一画，墙体就开始变得规整，2个小时后就变了个样子。来看看效果嘛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刚刚好点儿？操作台下面的门还没来得及做，主要是最近不是大太阳就是大暴雨，实在是没得办法干活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烟囱没有弄，大家帮我想一想该怎么弄才好看。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家里人在做，所以进度更新比较慢，希望大家别急。本来楼顶的平台就打算做蓄水池，到时候可以用作花园的用水，但是后来突然发现觉得楼顶的视野更好，而且面积不小，所以决定还是直接当做关键平台用吧。到时候在楼顶喝喝茶、赏赏景、养养花也是挺好的。由于开始就没有设计上去的楼梯，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。它不是我们用设计的钢筋浇出的，反正应该还是很稳当，期待最后的样子。前面我们把楼顶的灶屏打了，接着把花坛的位置确定并砌起来。都说我们院子都是防火层的，所以这上面的花坛我们砌成了圆弧形。天气逐渐开始热起来了，干活都是煎熬，太不容易了。总算是开始贴地砖，等地砖贴完，
屋顶大的项目就搞完了。我们本来是请的3个师傅，但是最后只来了2个，就是想尽快把这个活干完，免得后面气温越来越高，干起恼火。我们一大家人就负责打杂辅助，每天都是5点多钟起床上山，早点干凉快，但是感觉没干多久，太阳就晒起来了。还好前面2天不算特别热，不是网上在传重庆都退出了4大火炉城市了吗？我觉得吧，重庆应该是还没开始发威哟。我们请的这2位师傅不但手艺好，而且还特别的为我们着想，人参的材料就尽量不浪费。那7天的时间，开山预计3天左右搞完，看来还是想简单了。后面几天气温升起来了，太阳暴晒的话确实受不了，我们就去买了这个遮阳的网子。别说这个遮了效果非常明显，没了太阳的直晒，加上吹风，温度相差好多度。贴了之后，顶上的这块平台最后的效果非常的满意。以后在上面放点座椅，晚上喝茶赏月看星星，想想都舒服。现在就差栏杆了，一切都在向目标靠近。地面的砖基本贴完，最麻烦的就是栏杆一圈的矮墙和弧形的花刺，有很多的切割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在一点一点的完成。这个立面都是废料拿来做的，只要大小一样，我觉得贴出来都好看。看看完成后的样子，后面再慢慢做清洁。太热了，都不想动，先休息几天。楼顶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，就差最后的栏杆。天气热了，不是等工人，就是等材料，所以更新进度比较拖沓。这几天降温了，正好等了半个多月的玻璃栏杆也到了。我们最顶上的这个平台栏杆做的是双层夹胶玻璃的，这样就不怕碎裂，更安全，而且顶上用玻璃也显得更通透，视野更好。我对这个平台也非常的期待。这个楼梯还没有安装护栏，上下还是多惊险的。玻璃栏杆安装好之后，既安全又好看。这上面就还差一些绿植进行装饰了。这个栏杆材料用的是镀锌钢材，结实耐用，投240块钱硬币。其实铝合金只比镀锌钢材贵几十块钱，但是铝合金没得我们需要的型号，所以只能够选择镀锌钢。你们觉得值吗？有了栏杆，上下楼梯就安心多了，不用再提心吊胆的。弄好之后，就在上面放上座椅，摆上茶水果盘，晚上就吹着凉风，赏月看星星。你来吗？其实最开始这个平台我们是打算直接当做蓄水池用的，所以楼梯都没有做。有一天到上面去看蓄水情况，突然发现平台面积还大，而且上面视野更好，就这样拿来当蓄水池太可惜了，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变化。你们觉得这样改造值得吗？欢迎评论区分享。这不是电视剧，这是真人真事，这是一个狗缝翻车的故事。顶楼的地砖贴好了，就是要考虑沟缝的问题。外婆建议用干水泥直接扫到缝里，正好今天可能要下雨，就直接能够把缝凝固掉。本来好像是个可行的办法，可是执行的时候就出了差错。等我们把水泥都扫到缝里之后，就打算把缝周围多余的水泥就及时清理掉，免得后面怕不好清理。更何况我们这个地砖用的是我们院子设计的地铺式，表面有很多凹凸。结果小雨说等会儿要下雨，到时候一边下雨一边冲洗，然后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。听着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就在午休的时候就下雨了，就过了一顿午饭的时间，上去一看，傻眼了，水泥已经变硬了，又由于地砖表面凹凸不平，铲也不好铲。这下好了，傻眼了，100个后悔的心都有啊。当时要是坚持一下，清理后再复修的话，结果将大大的不一样。唉，没办法，只能用慢力吧，多带点人手，用
钢丝球和铲刀，强行清理。先不说结果，这个过程我想大家都能够想象，整一个酸爽了得，脚蹲麻了，手擦痛了，结果也只能够说将就，只能等以后长时间的冲刷，或许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希望大家不要再踩坑了，我一提。